Hello， 大家好，我是叮当狗，欢迎你回到我的狗窝。今天叮当狗要带着大家穿越回中世纪，在北加州文艺复兴集市玩一整天。文艺复兴集市是美国特色的户外活动，每年在各个州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北加州的文艺复兴集市今年恰好是20周年，从9月14号周末开始到10月20号的6个周末，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都开集。门票原价是$35，网上买票的话会有$5的折扣码可以用。每周集市还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像是海盗呀、精灵之类的。叮当狗来加州6年多了，也是第一次来文艺复兴集市玩，没想到这一玩就上瘾了，已经计划好要再访了。这文艺复兴集市究竟玩点啥？咱们赶紧去看看吧。穿过检票大门，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结界，一切场景都回到了中世纪。美国的文艺复兴集市通过重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氛围来娱乐游客，许多集市的背景就跟今天咱们要逛的一样，设定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整个活动融合音乐、戏剧表演、手工艺品和美食等等元素。来集市玩的话，还可以选择装扮起来，融入整个场景，体验不同历史时代的氛围。一进门就看到这个很嗨的洗衣表演，中世纪的那种鲜活扑面而来。咱们先往右转，逆时针带大家在村里面转一圈。整个活动场地被布置成了中世纪村庄的样子，两边是各种小店铺。一边逛，咱们一边讲讲美国这种规模相当大的文艺复兴集市是怎么出现的吧。2战之后呢，美国人民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的兴趣高涨。东海岸的民俗音乐家 John Langstaff 1957年在纽约市举办了第一场类似文艺复兴集市的传统狂欢节圣诞节假面舞会，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创办了永久性的圣诞狂欢节。而西海岸这边呢，1963年的时候，洛杉矶教师 Phyllis Patterson 在自家的后院为学生歇市举办了一场比较小型的文艺复兴集市。同年5月呢，又发起了一个为期1星期的文艺复兴欢乐集市，集市上展现的是印刷呀、铁匠等等传统的手艺，当时就吸引了超过8000名的参观者，反响非常的热烈。从此呢，这样的集市就逐渐变成了美国各地的文化传统。集市上的店铺常见的是卖各种中世纪的头饰、服饰、珠宝等等。虽说来集市玩对装扮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但这一天玩下来，感觉90%以上的游客或多或少都会装扮一下。要是一开始没有装扮来的也没有关系，完全可以在集市上现买，从头到脚选择非常多。除了买的话，也可以选择租。刚才一进门就正对着租服装的小店 Belrose， 小朋友平均$15，大人平均$39就能租上了。只是体验一天的话，价格还挺合适的。集市上的饰品配饰铺子虽然多，但叮当狗逛下来觉得卖的东西重复性倒是比较小的，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色，不会出现那种一排店面全都卖同样东西的无趣感。看这个卖武器配饰的店里面，卖的斧头呀、刀具居然是开过刃的真家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后面逛到这家玫瑰相关的饰品店，我很喜欢。店主小姐姐说是她用真玫瑰手工做的，每个饰品要花将近1个月的时间，被说的超心动，就入了一根玫瑰手链。我们大概是10点半进的集市，这一大早 NPC 们就已经亢奋起来了。这边2家玩投掷游戏的，下午我们过来参与了一下，一家是扔飞刀的，一家是扔类似忍者手里剑的星星。价格呢都是$10 10个，或者$20 30个。扔之前会有简短的教学。Hold it either by the handle or by the blade, whichever is your preference. They both work very well. And before you throw, you're going to want to point at the target with your opposite hand, step with your opposite foot, come down straight with a chop. 这个飞刀挺重一把的，而且比较钝，基本上扔过去只能对木靶子造成一丢丢伤害吧。还是这个星星好玩，连我都能射中靶子，玩起来比较有成就感的。往深处走还有不少投射类的游戏，比如说扔标枪呀、扔斧头的，这个稍微特别些，是用弩无射箭到龙嘴里面。其他多数游戏都是玩玩的，但这个射飞镖的，要是你技术好的话，还能反薅羊毛。$5 10个标，射中8个星球图案的话，就能赢$100。飞镖高手岂不是爽歪歪？美食广场那边还有给小朋友玩的迷你弩游戏，$5 15支。我们玩了边上的弓箭，$7 11支箭。这个上靶很容易，看我们最后一箭，正中黄心，掌声鼓励鼓励。
集市上规划了一片很大的美食广场，可以集中买食物。除此之外呢，整个村庄会零星出现一些卖甜品和酒水饮料的铺子，像是卖冻香蕉巧克力、gelato、甜咸调味杏仁、杯子蛋糕和卖酒水的等等。15美金一杯酒，这个价格真是够黑的。集市上的食物饮料价格确实都偏贵一些，但是酒精饮料的溢价还是最厉害的。转角这里的 The Joust 里面有个大型的看台，可以看马上枪术表演。不过这个下午咱们再来。继续往前看这个 Giant Striker 大力士游戏，7美金可以敲5锤子，看起来貌似挺容易的，但是要打到最顶上那个铃还是很难。这第2位勇士看着比刚才那位要力气大一些，打到了。不过也就打到了1次，要稳定输出看起来是很难的呢。有些游戏项目并没有标价，需要自己问，不过大致价格就是5、7、10美金左右。这家卖陶土杯子、罐子的店铺，各种动物的造型，你别说，还有点逼真的呢。这种可以背在身上的陶瓷水壶还是酒壶，挺有意思的，就是容量小了一点，是个美丽的废物。11点的时候，边上这个 Amethyst Arbor 舞台上开演了 Willy Nilly Dungeons and Shakespeare， 这是个互动型的角色扮演游戏，感觉就像剧本杀。主持人会邀请现场观众随机抽取莎士比亚的经典角色来一起面对《龙与地下城》游戏里的怪物。因为抽取角色的随机性，每场演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走向是由观众的选择和剧情的投资的质点决定的。厉害的是，边上还配了手语演员，手语员不但能传达意思，还能通过表演传达情绪。Monsters everywhere, and a giant ogre stepped out in front of her. She was terrified, but she didn't let that stop her because she drew her vorpal sword and slayed the beast. 我对《龙与地下城》这个游戏只是知道些皮毛，虽然游戏本身不太吸引我，但是美国人民人均1人通过这个游戏真的给了我一点点震撼。这姐上去演个王子，你看她的装备齐全，表演如此收放自如，我都以为是这个剧院的托儿来着呢。但是后来又上了个穿 T 恤短裤的小哥，抽到个护士的角色，居然也捏着嗓子一顿输出。好的，是我狭隘了，他们都不是托儿，纯粹是嗨呀。这个剧本杀游戏，像我这种对《龙与地下城》不太熟悉的，就很难参与其中。但是看美国人民玩的超嗨，对这个游戏是真爱呀。后面逛的时候，发现卖《龙与地下城》游戏周边的小店，每次经过都是里3层外3层全是人。这游戏这么有人气的吗？搞得我都想玩玩看了。咱们中途退出剧本杀聊天室，趁着时间还早，人不太多，赶紧逛起来。走2步又是一个舞台，整个村里散落着7个大大小小的舞台，都是一个个草垛堆成的坐席。集市入口可以拿张地图和演出时间表，全天不同时间段上演不同的免费表演、游戏、舞台剧、歌舞、戏剧表演等等，花样很多。走累了随时坐下来看个表演歇歇，安排的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个帐篷居然提供按摩服务，美国艺人们果然是不知尴尬为何物啊！这2个全副武装的骑士，刚才在门口就看到他俩在穿戴装备，明明是游客，装扮的居然比 NPC 还要隆重。这击剑的场地开设的也很合理，击剑这个运动就是起源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这儿提供装备和简单教学，咱平民也能体验一下中世纪贵族的7大高尚运动之一啦。旁边来到 Petting Zoo， 这项活动最受小朋友喜爱，几乎规模大一点的集市都能看到。卖焦糖相关甜品的铺子对面是 The Royal Garden 主舞台，面积很大，正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去看看。主舞台外面看到有个奶奶在纺线织布，边上是每天下午4点可以跟女皇喝英式下午茶的地方，成人36，儿童18美金。套餐包括1壶茶或者果汁、司康、三明治和水果塔。
根据后来在美食广场消费的情况，感觉这一套在整个集市上算性价比不错的选择。下午茶能服务的人数有限，想跟着女王高贵一把的话，记得提早在官网上预约哦。出来继续探索，这个店铺可以做布偶、面具、编织、蜡烛等等手工艺。除了这家店，还有其他手工工坊可以选择。带娃来的话，也不怕没有地方休闲了。旁边这个 Turtle Race 赛乌龟，到了下午可有人气了，门口乌泱乌泱的都是热情高涨的人。游戏规则是$5压一只乌龟，把备选中的乌龟全都放到正中间，罩子打开就开赛。最先爬到外圈石板上的乌龟获胜，前几名可以去隔壁摊位上领个小奖品。这美国人民的热情啊，把赛乌龟玩出了赛马的刺激程度。往前走，感觉进入了成人娱乐区了。这个入口是卖啤酒的，里面还有一个舞台，只有成人准入，进门得查 ID。场地前面有个中世纪版跳楼机加旋转木马，仔细一看，我真的惊艳于那时候人的聪明才智啊！没有电根本挡不住中世纪人爱玩的心。这个游乐设施中间的柱子叫 Maypole， 本来是一根装饰着花朵和丝带的高柱子，五月节的时候供人们围着跳舞的。但是在丝带下面连上座位，只要最开始的时候用人力把彩色丝带缠在柱子上，松开以后就能通过彩带的正反缠绕，自然的形成旋转和上下耶。一个字，绝！这种卖木杯子的店铺我看到2家，设计各个不同，确实好看。最开始看到有人拿这种大木杯喝酒，没觉得有啥特别的，直到我伸手拿起这个价格牌，一个杯子要$400多，简单一点的也要300多。东西是好东西，买不起是我的问题。从这一刻开始，我对每一个手上拿着木杯子的游客都肃然起敬。往前走，这家店可以画手上的花纹，除了画手，还有画脸的、编各种发型的店铺。这一片有几家塔罗牌占卜。塔罗牌是西方古老的占卜工具，也是从中世纪起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不过它的起源在哪里，至今还是个谜。孙子逛了一圈，终于来到美食广场了。入口这里有个巨大的人力秋千，负责推秋千的人身上真的戏超多，还会直接跳到秋千上。后来还看到有个推秋千的海盗跟做秋千的小孩哥开玩笑，把他的鞋子都扯掉了。美食广场这一片面积非常大，食物选择也不少，有 poke 夏威夷生鱼盖饭、牛三角肉和手撕猪肉的三明治、烤火鸡腿、咖啡茶之类的冰饮。这家是吃烤鸡、烤鸭、烤鹌鹑的。这家 Toad in the Hole 回来查了才知道是传统英国菜烤香肠布丁，下次去玩的时候准备尝尝。旁边还有披萨店、冰激凌店以及英国国粹炸鱼薯条。叮当狗对迪士尼里面的烟熏火鸡腿是非常喜欢的，看到这里也有火鸡腿，那必须安排上了。$20一个，价格是挺高的，但是拿到手上非常重。这个火鸡腿的个头估计有迪士尼的3-4倍大吧，突然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啊！火鸡腿表面有烟熏味，难得的是里面的肉根本不柴，嫩嫩的，没有特别多的香料调味，就是咸咸的味道。而且这么大的腿腌得很入味，吃到最里面都不会觉得淡，大口吃肉真的爽。2个人分享一个腿，基本上就能吃个6分饱了。吃火鸡腿搭配了一杯$7的冷萃咖啡，咖啡浓度可以，没有因为在集市上做旅客生意就偷工减料的感觉。肚子还有点空间，又点了一份炸薯球。看前面有很多人点了泡菜风味，我们也跟风了一把，还另加了$5添了一份 bulgogi。拿到手上这颜值倒是不错，有泡菜、薄烤牛肉片和裹了韩式辣酱的薯球，看出来商家是很舍得放料。这韩式甜辣酱是感觉不要钱似的，刚吃1-2口觉得还不错，吃到后面真的齁咸，逼得我们后来一下午一直在买水喝。最要命的是这里的矿泉水$4一瓶 ，lemonade $5，价格高的离谱啊！整得我都怀疑是不是为了促进酒水销量，他们故意放这么多酱料的。吃完饭买杯 Mocha Float 溜溜缝，$10很大一杯，相比$4的矿泉水要算是天使价了。拿着冰淇淋摩卡，美食广场边上的玻璃工坊秀正好开演了，一边吃甜点一边看表演，真是美滋滋。眼前这位可不是普通的吹玻璃师傅，他是在大学专修过玻璃艺术的。整个表演一边介绍各种玻璃制造的知识点，一边完成一件玻璃品的制作。就看他不断的重复烧玻璃和塑形，神秘兮兮的不肯告诉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一会儿看着像花瓶，一会儿又像杯子，一眨眼功夫从熔炉里拿出来的时候，居然成了一个花边盘子。可恶，
被他成功装到了。玻璃工坊舞台边上就有几家玻璃艺术品店，这店铺安排的逻辑性很强哦。这家彩绘玻璃好好看，我最喜欢这个挂饰，扯一下下面的小球，这些蝴蝶呀、蜻蜓啊、龙等等都会振翅飞翔起来。就是这个价格，$90实在是买不下去。下午看了2个表演，都感觉很不错。一个是 Broom Show， 这大叔会略微说一点带小小颜色的笑话，不过因为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看秀，说的都是挺含蓄的。除此之外，还会跟现场的观众互动调侃，做些看着不怎么聪明的小表演。Max, look away! 以为他就会耍个嘴皮子，没啥真本事，但铺垫了这么久，最后压轴倒是上了个绝活。走之前，最后又看了个5点的骑士马上枪术表演。我们入场时间偏早一些，坐在看台上等观众陆续入座的过程当中，那简直就像在看中世纪大型服装秀哎！而且在这个秀场上，美国艺人们又给了我升级版的震撼。预热场子的时候就看到俩人骑在马上跑来跑去，我就心想这能有多好看？等正式表演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把场地分成2边，分别支持红队和绿队。美国人民立马进入角色啊！我们这半边应援的是绿队，绿队的骑士骑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喝彩。红队的过来，马上喝倒彩。还有专门搞气氛的工作人员领着大家欢呼，真的人均捧场王的美国人民，恐怕再普通的比赛，他们都能把气氛炒得火热。整个表演的精彩程度翻了好几倍。最后骑士马上枪术决赛的环节，红绿双方骑士带枪互冲，目标是打坏、打落或者打穿对方的木板。我们绿方前2局已经落后，最后一冲又丢1分。这时候绿方的马似乎也有了情绪，把骑士甩下了背。一瞬间观众席上全是关心和鼓励的声音，骑士散场了还会出来跟大家互动。虽然最后绿方输了，但女骑士跟大家解释这匹马是第1次参加枪术表演，所有人都表示理解和鼓励。这个场景好暖心，感觉进入文艺复兴集市就会完全沉浸在中世纪的氛围里面，跟玩主题乐园一样，生活中的烦恼全部都消失了，只想着等一下要玩什么、看什么、吃什么。这可能就是我参加1次集市就上瘾的原因吧。好啦，这就是叮当狗穿越回中世纪，在北加州文艺复兴集市爽玩1天的所有内容啦。计划去玩的宝子记得看一下内容介绍里我的游玩小 tips。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叮当狗，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